当伊丽莎白来到达西先生的彭伯利庄园的雕塑厅，她被一座大理石像深深吸引了。此刻，两张精致的面容相互凝视着，一张纯白宁静，如同永恒的美；一张是生动明亮的少女的脸庞，内心隐藏着澎湃的情感。时间在少女的目光中静止了。她试图透过面纱辨认肖像的样貌，看清内心真实的自己。这部出现在2005年版电影《傲慢与偏见》里的雕像，叫做蒙着面纱的维斯特处女。它是意大利雕塑家拉斐尔勒·蒙蒂于1847年创作的大理石雕像。作品的主题是供奉古罗马灶神维斯特女神的处女祭司，负责看管神坛里的圣火。英国的温郡公爵六世 William Cavendish 1846年在意大利旅行时委托蒙蒂创作，第二年雕塑完成后被公爵带回了英国。电影将原著里发生在画廊的场景巧妙地改编在了雕塑现在的所在地英国查茨沃斯庄园的雕塑展厅。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9世纪初，这与蒙着面纱的维斯特处女的创作年代相近。女祭司手捧的火焰从侧面代表了女主人公炙热的内心世界，覆盖着祭司脸庞的面纱暗示着蒙在心头的那一层偏见，阻碍相爱的人看清彼此的心意。用大理石来表现柔软半透明的织物，这种艺术形式在18、19世纪的意大利非常流行，原因是它们能够展示作品唯美的艺术性，特别是艺术家对材料的把控能力。而要将坚固如大理石这样的材料表现成是贴在身体上的流动的纺织物，营造这种错觉和反差感，则需要艺术家高超的技艺。类似题材里另一件有名的作品是来自同是19世纪的意大利雕塑家乔凡尼·斯特拉扎的蒙着面纱的处女。作品主题圣母玛丽的大理石雕像，眉目低垂，虽然被柔美的面纱覆盖着，但是极美的面孔和细节特征都可以清晰辨认，仿佛随少女的一声轻叹，面纱就会顺着面容滑落。大理石的洁白和对面纱极致的写实刻画，一同在那个时代的宗教和社会环境中象征了对处女贞洁的赞美和神性化。当今社会的艺术主题不再强调女性的贞洁身份，正如我们被这些雕塑深深吸引的原因，并非发自他们的宗教或者神话的身份。更值得我们探讨的是，在被艺术所触发的凝视之下，我们审视和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于是，当我们带着这个视角再次凝视面纱下的脸庞，不禁会联想到中国的哲学思想里，以观察参照个人内心的途径来获得真理。虽然世上的真理和永恒永远都那么神秘，如同此刻被薄纱笼罩的雕塑，无法直白地言说给寻找它的人。而最终揭开这面纱，看懂了自由和真实自我的人，仍是你自己。